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8点钟8点整，然后我们就按照惯例，这个时间正式开始直播。大家好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是摩登游戏场景，然后我们会这个周期性进行的学员采访，然后这是我们的第64期节目，也就是采访的第64位同学江滚滚，然后他呢是我们写实室外班的同学。然后在讲他之前的话，我们再来快速的这个浏览一下姜文滚同学的作品。好，这就是这个作品非常精彩，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然后那个姜文滚同学，您在的话就发个声音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姜滚滚，也是今年23届的应届毕业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我自己的话，个人也是从开始做角色开始入手的，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后面就经过一些转变的话，呃，自己更喜欢场景类方向的制作。所以说最后想入行地编方向的一些工作岗位的，对。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放的这些图片呢，是姜文滚同学发给我的一些个人练习。然后这里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是您在什么时候的练习吗？我看这里有一个人物的角色的，啊。还有若干个您做的场景等等。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嘛，最开始就是平面类方向的比较多，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偏 IP 类的那种东西，当时开始做了这些模型，然后后面那几张场景呢，就是想学习 UE，然后进行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练习。对，然后有一张那个的话第一张是也算是模仿的做的一个是那个金金闪闪的那个地图做的一个设计的，算是偏手绘的，对，做的一个练习。然后我想问您一下，姜滚滚，就是，您那个当初是选择写实室外班是因为什么？因为摩登班有很多不同的班级嘛。然后就哦，你给大家想一想，就是你选择这个，比方说班级啊，或者嗯，是教程的思路是什么？哦，好的，其实知道摩登班呢，就是在很早就知道了，我大三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因为当时还是登哥开的第一期风格画班，但是当时我是特别想报名的，但是当时也是在大学期间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来报，啊，然后最后呢，因为我的偏向呢，还是想往写实方面进行一个喜欢偏写实方向的一个制作，然后也是写实班呢，也是登哥就是新开的一个，然后最后呢，我差不多也是在6、7月份的时候才看到那个写实班的课程，当时我过来报的时候，已经室内班已经结束了，室外班也已经开课了，差不多有4、5周左右。然后自己呢，因为也是没有接触过植物的一些制作和学习，然后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全流程的制作，然后就还有一些地形啊一些制作的话，可能最后选的室外班。对。然后咱们聊到这儿的话，就是正好是讲一讲您为什么选择这个原画吧。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建滚同学选择的这个原画以及他的参考图的准备，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内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建滚同学选的这个原画的出处。然后这位艺术家，好像也有其他的同学选的他的原画，因为是对马岛之魂对嘛，对。叫 Romain，然后后面那个名字我读不出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主页。就是您如果要是想看一看对马岛的这个原画呀，包括《The Last of Us Part One》的，这都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是这个 Naughty Dog 的这个概念设计师。然后您选择的是他这个系列里面的这第一幅，就是这张，对嗯。吧？对。呃，这张呢也是，当时也是后面来的，选择的原画也比较少了，因为很多，大部分同学都已经选过了，就嗯，是，是是是。像这种风格的。然后就，因为其他很多张我也比较想做，但是可能也是怕撞重复嘛。然后选这张的原因是因为，呃，它里面是有很多的植物种类，也能包括地形、植物、建筑一些我自己都能得到一定的练习，然后也是它的整体的氛围感我是比较喜欢的。可是在做写实的一方面的作品啊，我还是更偏向于一些个人的喜好，因为我觉得在做个人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呢，嗯，是一种乐趣并不是为了像一种工作。对。然后这幅图片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姚文滚同学给我发的一张那个 PureRef 的截图，它是会比较缩的比较小，实际上的分辨率是非常大的。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搜集的一些参考，应该是其实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的一个 PureRef，在做的过程中。然后姜文滚同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请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您搜集这些东西嗯。的一些什么思路啊，然后以及为什么分成这样几类等等。好的。其实在拿到这张原画呢，那摩登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是叫我们找一些详细的参考来进行原画的还原嘛。最开始我是从那个主体建筑开始找起，从主体建筑，再到它的物件，然后再到点缀一些它的地形和植物，就是各个步骤都有涉及到的一些参考，基本上都是我每个步骤会进行制作的。嗯，这些参考的话，就是对应我每个制作的每个阶段，它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大家在做这个，比方说写着室外班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的精力可能更多的就是放在制作完成这幅作品，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并不需要您太多的个人的设计。那就是您在做的过程中的话，就是肯定是不能有太过于模糊的东西，需要您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去想它的样子的。所以尽量在找参考阶段的话，大家就是做到比较好的这样的参考，心里有数这样的。然后，那我们就说一下您这个自己的学习的环境、电脑硬件以及您那个学习计划。然后您是发给我2张图片，是 啊。正好看你电脑的配置的。这个对稍微给大家讲一点点吧，就是我看您是12代的 CPU，然后 对，i9。是12代的 i9-12900K，当时买的时候还是算挺贵的。然后显卡，因为当时并没有比较好的显卡选择，就买了一个显存比较大的3060 12G 的。做一些UE 类像这种就需要一些大显存的显卡来支撑。对对对，我呃，感觉这个是个挺好的选择。
就是对您这个 CPU 感觉稍微有点太高了，这个实际对，太上高了。可以把这钱稍微省一点来。但是嗯这个大显存现在仍然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个大嗯家如果要是关注显卡，可以看一下4060，它应该也有一个大显存的版本，目前也不是啊。太贵。然后那就是您介绍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制作周期啊，这个计划呀，以及就是这个创作目标等等，跟大家稍微讲一讲。我制作周期就是因为当时是属于在家里属于天天都有时间那种，但是也是有遇到一些自己一些迷茫期嘛。当时是从7月份开始过来找您就报的摩登班，然后因为当时也是嗯其实作业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整体的课程已经进行到了差不多白盒已经做完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一个很赶进度啊，基本上前面几次直播课我都没有作业可以交，都是都是在一些基础的东西都不好意思提交，就给老师看。呃，然后差不多7月是初开始到我制作完成应该是10月底左右，但是中间其实有2、3周我可能是没有怎么动过，可能做的有点迷茫，然后没有怎么动过，然后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2个半月左右。然后我也是为了我这种目的的，就是报摩登开课程，就是为了有一个完整的全流程的一个第一篇作品，在模型UE 软件使用啊，像 SD 和 SP Tree 的使用啊，进行的为了得到一定的提升，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姜文同学他的制作的速度应该在学员里面是蛮快的，他这个效率也是蛮高的一个情况，而且他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您个人这个能力还是蛮强的一个状态，很强的。然后稍晚的话，我也会给大家让姜文滚讲一讲他的植物制作这块儿，因为他给我发了很多的图，就是他在制作植物过程中的一些东西，包括他也会推荐一些其他的植物的这个教学的内容。然后呢，咱们就讲一讲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您这个制作过程。然后我看您也是给我发了若干张图，就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您的这个制作过程，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想讲的一些就是东西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从最嗯。开始到后面，这样就是您有什么想讲的都可以。好的。最开始的白盒阶段的话，我是基本上就是在优异中很快的去打出建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在这个白盒的制作过程中呢，我并没有那么在意的去，比如说它门上的一些细节啊，墙上的一些细节，就很快由 box 搭建了一个大比例的一个场景，就是呃合理那个注重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些建筑的一些结构它的合理性。呃，第一个白盒的话，就是注意它的整体的比例和大关系。在后面迭代的一部分的途中的话，就稍微打一盏它的场景的一个主要光源，这样其实也能检查出你场景中的一些问题，可能你在没有光影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一些问题。打光影的话，你会看到，因为 UE 的话有 Lumen 的一些渲染，你会很快速的看到你自身的一些问题。然后后期就是，呃，对那个材质进行的一些区分，因为场景中其实有，基本上如果稍微大一些的场景，它是有很多种材质的，在你，在你制作过程中呢，可能在你铺色的时候的话，如果不去明确的，区分一些材质属性的话，你可能，要么材质就是会做混。会当时会在铺设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遗漏一些制作，可能就会出现你其他模型颜色已经铺完的，但是有一些模型呃它的还是一个白模的状态，
就就所以说进度的话，还是要一些整体的提升自己的进度。然后到后面是一个呃出贴，这里的话，这个出贴的话，可能我在这里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在这儿哦，停了差不多1周多。对，这里主要讲的就是我可能太过于去制作环节中的某一样东西，就一个材质的话，我可能就做了3、4天、4、5天的样子，就一个材质，然后但反过来的话，我很多东西都还是就是也没有颜色，也没有什么贴图，什么贴图都没有，就是白的在那里。这样就感觉，但是我一个调制单拉入引擎的时候，并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哦，因为它没有整体的场景来，整体的完成度来去衬托它。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就，基本上就感觉，就是那种场景越做越不对，然后越做越有问题的一种情况。然后后面的话是加了一些，为了提升一些进度嘛，然后你因为往后走的话，你需要有一定的完成度，你才能看到以后的问题。呃，这里的话我就是细化了，有一些因为我是催命贴图来制作的，但是在一些主要的地方的话，摩登老师还是告诉我，在一些主要地方的话，还是使用一些自己的雕刻，这样的话，就是才能提升整张图的一些制作完成度。那最后的话主要就是灯光的调整，因为在整个一张图的话，你只有一两盏灯光的话，它整体的灯光只能显得出来是打的比较平的一个灯光。你没有一些着重的突出点，因为像你可以对比原画的话，原画它并不是像UE 中的自然天光那种，呃，它是一个直的笔直的打下，然后所有面所有面的那个观感度是一致的。它在一些着重的部分，它会有灯光的加入，就比如说像在中间的屋顶或者中间人物站着一些氛围，人物站着周围都会有一些打光来就是提升这个画面的中心感。嗯，最后的话，我就是增加了一些雾片啊和调色啊来增加那个画面感，差不多就是我这整个流程。稍等，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您从这一步到这一步是最后的调试是吧？呃，对，就是到最后整体是有点最后整偏蓝的、体是有一偏空气的颜个色是。对对对嗯，哇，这个我感觉您后期调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对，我给大家因为它再看一下。原画的话是没有一个颜色倾向的，就是还是那种偏灰偏灰一点的，但是可能我后期自主处理的话就是偏蓝了一点。然后那个，对，那个您稍微聊一下您这个做植物的这块儿吧，因为我看你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些植物，我看这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情况。哎，对，咱们在聊植物之前，就是您稍微讲讲您这个建模的这些内容吧，模块啊。化呀，包括一些小资产啊这些东西。嗯，模块化的话，就是这个建筑的话，主要就是以这几块板块儿来进行。我主要一开始还是分它的板块儿嘛，嗯，就是从它的那个大小比例尺寸来进行分和它的类型。比如说有门窗户，有哪几种类型的门，哪几种类型的窗户来分的。然后它的屋顶其实。
我也是为了那种更有变化丰富一点，就做了3种不同的。但是你这种放大来看的话，其实我感觉变化还是不是很大，因为可能这里面原画的话，它只是显现出来一个屋顶，你就可能没有感受到它的重复度。它如果有很多屋子在一起的话，我感觉变化度就不够了。可能我在后期调整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进行丰富一下，进行区分一下。然后在一些像它的立柱上呢，我也是使用了一些吹密贴图来进行制作。然后后期在呃在画面里的话，也是使用了那个混合贴图来打破它的重复度。嗯，然后就是一些，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可能最关键就是屋顶上的那些东西。屋顶上的最初就是呃，它的原本材质是一个稻草，但是它原画上是有很多密密麻麻的青苔。青苔的话，我的制作方法就是，因为我参照它的游戏参考，它是分了很多层来进行制作，有大小不一的很多层来进行制作的。你从大到小，呃，就是来整体的拼合的，嗯。嗯、最后的话就是再拉一些更小的一些片儿，我来进行最后的可以看出这画面上其实基本上都是呃以它的细节都是以片儿来的，但是那只是一些在屋顶上的一些点缀嘛。最后在屋顶上再刷一些植物来进行丰富一些屋顶。嗯，物件的话，我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物件，主要就是是。船和一些灯笼和一些灯，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模块化的一些东西，哦，可能还有石头之类的。然后就您这个屋顶是我感觉目前来看，就大家做茅草屋顶，这个给人感觉丰富程度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也蛮自然的，感觉非常值得大家去借鉴一下。然后咱们就开始着重讲一下您这些植物。然后这个是您给我发的一些图片，是你过程中的一些截图，对吧？对对对，就是当时，呃这个是问的那个摩登老师的一些问题，然后后面是我在 UE 里面另开了一个关卡是测试，就是刷着测试的一些过程，那可能现在看来就是还是有一些不完整，还能有一些完善的。哦，我感觉这已经蛮不错了，就在这个截图来看的话，都已经挺好了。可能当时摩登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确实有点单一了。我后面就是缺少了一些变化嘛，我后面就是呃做了调整，就是每一个都其实在颜色、形态、它的分散程度上都做了一些变化的。对，哎，这个感觉就是可您一共是能这炫做了有多少种植物啊？你后来统计了没？好像是没有统计，就是我看着那个它的游戏对马岛游戏里面有多少，就是有什么植物可能都做了，就是不一定那哦。个场地里面有，我的都是尝试的都做了一下。然后这里的话，我看您是给我推荐了一个教程，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频道是在 YouTube 上，3D Hobbyist，然后它就有一套是 Speed Tree Tutorials，啊，您对是当时也参考了这一套是吧？对，基本上这很多，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像不同类的植物的话，可能它的一些思路，它都可能会有涉及到。蒙东老师讲的那个植物主要是我看树木稍微多一点，然后对，适草的种合类也没有您这么多。对，罗文老师都是就是藤蔓，
一些像一些草的植物比较多一点。可能然后我就这个艺是术家的话，大家如果啊想关注他，他在 ArtStation 上也有频道，叫这个 Philip，然后大家可以搜到。这是个挺大的工作量，你这是相当于自己特意练习自己的植物这块儿，我感觉是对，我非常主动的想情况。对，特意的想去练习自己植物方向的这一块，因为感觉在场景里面除了建筑地形植物，我觉得是你在一个场景里面质质量提高的一个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那之后的话，我可能问您一些相对轻松的问题，就是，您肯定之前也是喜欢玩游戏的，然后，对对对。这就是我可能就是还是希望您先讲讲你喜欢的这些游戏场景。你是给我发了几个链接，我看这个是《战地一》里对，面，占地一，就你很喜欢它的地图，对，然后你也可以讲讲，就是你喜欢他们这个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其实也是也是从最开始的FPS 游戏，像 CF 类开始的，就自己也比较喜欢一些战争类的游戏，然后到战地呢，就是也是相当于我走想去制作一些场景的一个呃转折点吧，因为我在玩到战地这款游戏的时候。被它的整体战争氛围，它的战争氛围，我觉得是在 FPS 游戏里面算是最顶级的了。对比一些其他的 FPS 游戏，因为它里面融合了基本上就像是多人战争，基本上就是32v32这种大大地图战斗，然后比较因为男生也比较喜欢里面像它整体的一些建筑破坏，它的建筑破坏我觉得是做的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它在整个地图配合音效啊、特效啊，我觉得在整体氛围上，我觉得占第一，算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的一款游戏了。哎，那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什么年纪玩的呀？嗯、我玩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嗯、好像是大一左右，大一啊，可以可以，我感觉你们还是蛮幸福的，就是很年轻的时候的话，游戏画面就已经非常好了。对。战地然后这款游戏感觉放到现在来说，就画质也挺好，比是啊是，2042我感觉氛围那些，可能我自己认为比较强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是你给我发的《刺客信条：奥德赛》这个是那些奥德赛的，但是当时也是为了这个，当时在B 站看视频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个场景，然后去买的奥德赛的 DLC。这个场景是相当于那个地图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场景，在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偏这种偏亮的一些偏亮的一个打光，然后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植物，里面其实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在那个花海里面的那张图，那个花海里面啊，就是非常多的植物，然后里面也有很多一些特效和然后一些光彩，然后夹杂了一些奥德赛特有的一些动物，然后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氛围特别棒哎，那个就是除了这些游戏之外，我看您还给我发了其他几个你喜欢平时玩的游戏啊。，DNF、王者荣耀等等，你也可以跟大家讲那个讲。的话，我那个可能我想说的是，我对游戏的一些热爱吧，就从红白啊，机到当时电脑上最经典的那个像弹珠、蜘蛛纸牌，然后到啊，现在的对对，战地那些，就是感觉我自己对游戏还是比较热爱的。
嗯，就是那您最开始的游戏平台就是 PC 上的那个默认游戏，对吗？然后后来是对，玩到了 FC，相当于，那就对。是中间这段呢，就是那你就主要是在电脑上玩吗？还是有主机等等？我的话，以前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家里只有电脑嘛，就在电脑上玩儿。然后后面，这几典型的年就中国孩子嘛。入了Switch 啊，在 Steam 上也是玩一些 PC 端，然后入了一些 Switch，然后主要 PS 的话，一直都想去买，但是可能还没有工作，感觉还没有那个能力。哎，您现在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对，我那也是才刚刚工作。啊，对，刚刚工作没几个月，是。对对对。对，那个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姜国伟同学现在已经是3D 场景的在职的情况。啊。然后大家现在就是对他有问题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制作，他这个作品有问题可以那个问一下，然后我们让姜文滚同学回答一下。如果没有太多问题的话，就可能就是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大家就是对这个写实，它的这个流程有没有一些什么想问的，可以趁这个机会问一问他。有人说，可恶，居然没有塞尔达。塞尔达，因为可能我买的《王国之泪》才到。我是直到那个今年9月份的时候，我才有一点时间玩了一点塞尔达王国之泪，我感觉我就推了，顶多也就是推了三分之一左右，然后就后来就没太多时间了。有趣的人问您还是对那个茅草屋顶感兴趣？您刚才介绍的已经蛮多了，就是我记得我有发给你一张比较细的一个截图，在 UE 里面的那个截图。啊，对。啊，这个这个就是我做那个茅草屋顶的一个思路，其实和那个其实没有青苔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从大到小，从主体到一个点缀的方式来进行制作。我是先从以一个大层次来覆盖那个茅草屋顶，然后再那个以很多一些小层次来进行来模拟一下那个茅草屋它的一些参差不齐的一些东西。对。他说有点明白了。那就大概能看到这个，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它是分了层次，然后您这个黄色高亮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片儿，对吧？相当于，嗯。对。然后你是这个从上往下排列的，是把它分成了就几块儿，把这整个房顶盖住，然后在嗯。这个之上，后面再往上加一些就是手刷的那些植物。对。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有一位叫庄妖的问您，作者之前是有过相关的地编相关的经验吗？您应该之嗯。前没有是吗？哎，那算是工作经验吗？就是您在做这个作品之前有没有地编相关经验？说的是工作经验还是有没有是他的作品？哎，这个我并不清楚，他应该指的是工作经验吧？我认为工作经验那应该是没有。制作经验肯定是有，因为您之前就已经开始啊，制作练习了。经验是有的，因这为之前个为大家也看看一下，就这了很多。他之前已经自己练习过了。对对对，自己是有练习的。哎，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大概是大几，或者说这里面您这个自呃己制作的比例是多少？还是说那个是用资产包为主？这个因为前期我是训练的是为了是一开始是熟悉那个 UE 的软件嘛，初期都是以资产包为主，大部分很多是 Bridge 和 Keybase 的里面的资产。你都还没有自己做个一个整套的。那个第一个的话算是自己做的，都是全资产自己制作的，可能我没有把那个资产那张图放出来。
只放了个这个。请问，请问这个作者灯光氛围有什么值得练习的方法吗？就是您打灯光的方法论这里。呃，灯光的话，灯光的学习，我还是以主要的是，大部分我可能会去看一些，呃比较优秀的一些作品嘛，然后自己，嗯、也还是为了就是分析一个画面的一个主要层次，从主到次这么来打的一个灯光。嗯，最终的话，我感觉还是一个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打光方式。呃，差不多我灯光的话就是从它的整体画面来进行制作的，从主体到次要物体，然后到整体氛围感来进行制作的。可能这种灯光这种东西的话，主要是看审美感觉。就是还是要去多看多注意一些优秀的一些东西吧。我记得您给我那里面，我把那3张图给拽出来了，我把这拽到这里面来，给大家啊再看一眼。就是您那个 PureRef 里面3张图，应该是这3张吧？就是讲灯光这里。啊前呃，面的话就是大体的一个灯光，后面的话就是灯光的一个再细化。然后这个问题就算回答结束。然后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时间也蛮久了，50分钟，我可能就让姜滚滚同学休息了。那就先到这里。那个就是今天非常感谢姜滚滚愿意来给我们做分享，然后你这个作品也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然后也蛮期待就是你后面有更多的作品。这就是您目前来讲就是还是慢慢积累作品对吧？就是还是先得对对的对的。在目前本职岗位上再工作一段时间这样的。嗯，就是我在每天工作的话，也是，呃，可能也是刚进入工作，我感觉还不太适应，啊，的工作的一个强度，可能每天都会有可能一些自己自身原因的一些加班呢这种情况。对，那个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那个我就哦不要熬太晚。我看你虽然很年轻了，但是我看昨天给我发资料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要注意身体。是的，嗯，然后就就就是，就是您给您自己专业的一些同学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呢？因为您我自己的学的专业嘛，是视觉视觉传达，对传达。吧？嗯，视觉传达的话，我感觉的话，这个做这种平面设计的东西，感觉还是要看个人意愿的。就因为你这个不太好说，因为感觉做我们这个专业的都不太喜欢这个专业，那基本上大部分人正常的是出去是做平面工作，对吗？对，那个我们这个专业基本上都是出去做平面设计工作，但是基本上我的同学好像呃基本上没有怎么做平面的，因为可能哦哦。在学习过程中都已经然后做了一些实习，然后就已经不再想做这个工作。但是您同学里面就是直接跳转过来学游戏三维场景的，应该还是比较少啊的情况吧？您应该是相对哦，特别一点，是吧？怎么说？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可能是我们那个班或者我们那边比较普遍，可能是也有人带起来，可能我们那边啊，转的比较多，还是很多人因为都比较喜欢都是喜欢这种偏氛围感的，也有的美术技术比较好一点，就是去的角色啊，对，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啊。这位中央同学还问您一个，就是您之前的这些练习里面，
啊，有没有是有老师辅导过的，还是说都是你自己的自发的练习？没有老师辅导，都是自己的。哇，那你这个自驱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人。对，嗯，这个也可能是就是还是逃离不掉两个字，就是喜欢。喜欢，其实在你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其实没什么感觉。在你做制作过程中的话，你可能你一坐下就可能5、6个小时、7、8个小时就过去了，这种感觉，你感觉不到那种累的感觉，就是喜欢嘛。好，那就是感谢姜文滚同学今天的分享，然嗯，后你也早点休息，然后好的好的，平时多多注意保养吧。好的，大家再见。拜拜。